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泉州文旅认证，赵丽颖簪花出圈，原来这些女星都戴过。4月30日，泉州文旅局官方微博发文，感谢赵丽颖带火泉州巡捕簪花，也带火了泉州这座适宜城市。泉州文旅局还欢迎人们5一假期去泉州，一起打卡同款簪花，坐一次当当车，尝一碗面线糊，吃一锅姜母鸭，感受泉州浓浓的烟火气息。双引号。事实上，赵丽颖的这组簪花照其实早在去年年初就在网络走红。照片里，她展现了福建泉州巡捕女的传统服饰，其中便包括备受游客喜爱的簪花围。巡 XN 普辟村位于泉州市丰泽区，是一个以打鱼和滩涂养殖为主的小渔村。巡捕女与惠安女、梅州女并称为福建3大渔女。簪花围是巡捕女习俗，2008年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巡捕女的特有发饰，簪花围由花围和发簪等组成，其中发簪由鱼骨、象牙制成，而花围所用的鲜花则包括素心、茉莉、玉兰、山茶、菊花、夜来香等，随四季时令和个人的喜好而变。在装扮时，巡捕女先把长发扎成高马尾，再把马尾盘起，用鱼骨或象牙来固定，然后围绕着发髻环带数层由鲜花组成的花串，有时还会辅以金银发钗或人工绢花等装饰。整个造型灿烂夺目，有着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头戴簪花围的巡捕女则有如行走的花园。随着去年赵丽颖一组簪花围照片在网上走红，福建巡捕也迎来了一波旅游热。如今，巡捕已成为旅游网红的巡捕簪花围也火爆出圈，各种相关旅拍服务十分受欢迎。但事实上，戴过簪花围的女星不止赵丽颖一位，周韵、毛晓彤、央视主持人王冰冰等也都试过同款装扮。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27日，巡捕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出台，从元素要求、人员要求、场地道具、服务流程、收费标准、沟通反馈等方面对巡捕女习俗体验服务进行规定，让巡捕女习俗服务首次有了行业规范。泉州文旅认证的揭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赵丽颖簪花出圈的消息更是让人们惊喜不已。这一认证的意义不仅在于证实了赵丽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在于展现了她在文旅领域的深厚造诣和独特魅力。与此同时，这一认证也揭示了其他女星们曾经簪花出圈的事实，让人们对她们的多才多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赵丽颖作为一位备受喜爱的明星，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备受关注，而这次簪花出圈的认证更是为她的演艺事业增添了一份光彩和荣耀。她不仅是一位拥有出色演技的演员，更是一位充满活力和创意的文旅使者，为泉州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次认证的揭晓无疑是对她多年来辛勤付出和努力的肯定，也是对她未来更美好发展的期许。同时，这次认证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他女星们在簪花出圈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她们的努力和付出同样值得赞扬和尊重，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珍视，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女星们的经历和成就不仅丰富了文化产业，也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榜样。在泉州文旅认证揭晓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为赵丽颖和其他女星们的成就和贡献点赞，让我们学习她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相信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付出，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繁荣的文化产业，让中华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光。王一博首映见闻，维和防暴队呈现战争最真实一面。4月29日，
国内第一部以海外维和为主题的商业影片《维和防暴队》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公映。监制刘伟强、导演李达超以及演员黄景瑜、王一博、钟楚曦等人整齐地站在一起，分享了他们的拍摄经验和背后的趣事。该片由中国电影电视艺术研究中心和广东卫视联合出品。这部电影计划在5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维和防暴队作为5·1档的高强度动作影片，聚焦了中国维和警察不为人知的关键时刻。应联合国的请求和国家的派遣，于卫东由黄景瑜扮演，杨震、王一博扮演，丁慧、钟楚曦扮演等维和警察肩负着神圣的任务，远赴异国他乡，深入战火纷飞的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面对残酷现实与复杂形势，维和民警们如何在严酷环境中保持冷静和坚定？他们即将面临恐怖袭击、武装骚乱、黑帮肆虐等多种危险情况，因此维和行动的紧迫性不言而喻。李达超作为中国香港的著名动作导演，曾为好莱坞的电影《黑客帝国》中的主角基努·里维斯设计过动作。经过与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多年的合作，维和防暴队成为了他首次亲自执导的动作情节电影。李达超在谈到拍摄背景时，分享了他对众多维和警察的采访经历。他提到，这些警察经常在战乱地带执行任务，一旦营地外的枪声响起，他们可能会整夜不眠，甚至需要持枪入睡。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和生理压力是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更令他感动的是，在2010年，他观看了一部关于我国8名维和警察在海地地震中英勇牺牲的新闻纪录片。这些警察的遗体被国旗所覆盖，并被专机接回，两侧的警察都向灵车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他，为制作一部维和警察题材的电影埋下了伏笔。双引号。为了确保这部电影的质量，李达超指出，这次他们尽可能地复原了维和任务区的真实情况。影片中展示了高温酷暑、恶劣的环境、部落间的仇杀以及外部势力频繁干预的犯罪情况。他说，我们用高科技手段，让所有场景尽可能地做到最真实的程度。无论是大型的国产 ZFB-0武装甲车运兵车，还是小型的演员蓝盔装备，他们都以1:1的比例重新呈现给观众。我不是药神中的主角，我就是来自非洲的一个普通士兵。这部电影是在广西北海的银滩进行拍摄的。在拍摄前，我们与美术团队共同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努力从建筑设计、植被覆盖和人文关怀等多个角度去复原非洲的生活方式和现状。我们的目标不仅是重现一个真实的地方，更是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经受住观众的严格审查。双引号。这部电影的亮点之一是其硬核的演员阵容，仅黄景瑜、王一博、钟楚曦和欧豪这4位演员就参与了超过22部与军警相关的作品，因此被众多网友誉为演艺界的全员。其中，李达最有看头，因为他饰演的是一个在国际维和行动中负责指挥和协调任务的军官。李达超分享了他的选角准则，他说，我要讲述的是关于维和警察的故事，他们的形象应该至少与警察相似，并且要有出色的身手、打斗和跳跃能力。黄景瑜已经参与了许多作品，这是非常合适的。我的首要任务是将他们的体能提升到极致。王一博在舞蹈和协调方面非常出色，因此我为他安排了许多酷炫的戏份，希望他能展现出一个更加酷炫的警察形象。双引号。在这部影片中，演员黄景瑜扮演了中国维和防暴队第1分队的队长于卫东。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与以往不同，他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特种兵，同时还要完成任务。黄景瑜原本来自一个有军人背景的家庭，他开玩笑地说，这次他终于从顾顺红海行动中的狙击手晋升到了队长的位置。在这部影片里，他扮演的顾建平是一位优秀的教官和指挥员。
当他回想起自己的拍摄历程时，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那次最大规模的打击。因为当时维和警察都穿警服，而且还带着手枪，所以他经常被暴徒们欺负。维和警察必须严格遵循最基本的武力使用这一准则，因此经常出现被拳头、脚踢、被棍棒击打或被火焰焚烧的情况。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这么厉害，但我觉得这很重要。尽管暴徒所用的棍子表面覆盖了柔软的材料，但其内部却是坚固的钢管。当我被它压在身上时，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这让我对维和警察更加心痛。双引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王一博在去年上映的电影《长空之王》中扮演了飞行精英角色，但实际上，维和防暴队是他在23岁那年首次以主角身份参与的影片。王一博对于这一次的摄影体验给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新鲜。这次我拍得很轻松，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感觉很真实，非常自然。他回忆起影片中的一段高难度追逐戏，由于是长镜头，所以中间不能设置保护点。当他从高处跳下时，只能依靠自己紧紧抓住绳子，这是一次紧张而刺激的拍摄经历。在首映式上，王一博坦言，他之前对维和警察这一职业并不熟悉。但当他拍摄了电影后，他意识到这些警察实际上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他说，他们是离战争最近的群体，经常需要在外执行任务，因此无法与父母或家人共度时光。我希望在5·1假期，大家能够深入了解这些维和警察，并支持我们制作的电影。在电影《维和防暴队》的首映活动上，王一博深情地谈及了这部影片所展现的战争最真实的一面。他强调了影片所呈现的维和士兵们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这种真实的表现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艰辛，更让人们深切思考和反思和平的可贵和珍惜。电影《维和防暴队》以其真实的战争场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向观众展现了一幅战争最真实的画面。影片中的维和士兵们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恐惧和无助，但他们选择了肩负起保卫和平的重任，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真实的刻画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以及和平的可贵和珍贵。王一博在首映现场深情地谈及了这部电影对于战争的呈现。他表示，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有着深刻内涵和意义的作品。他呼吁观众们关注和珍惜和平，同时也感谢电影中的每一位演员和工作人员为这部影片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他相信通过这部影片的呈现，观众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和平的可贵和珍贵，以及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因此，让我们共同期待《维和防暴队》的上映，用心去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意义。相信每一个观众都能够从中汲取到力量和启示，为和平的守护者们点赞鼓励，为和平的价值和意义深思反省。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得到观众们的喜爱和肯定，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和平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创造一个和平与美好的世界。最后，让我们向电影《维和防暴队》的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感谢，感谢他们为和平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也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够珍惜和平，用心去呵护和守护，共同创造一个和平与美好的未来。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